你敢相信吗？当全世界的目光都死死盯在英伟达身上的时候，一家做内存的公司美光科技市值竟然冲破了1万亿美元的关口。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极其可怕的信号，全球 AI 战争已经正式进入第2阶段。第一阶段，大家拼的是谁有最强 GPU， 谁能做出最聪明的 AI 大脑。但现在，游戏规则变了，接下来要拼的是谁能掌控整个 AI 的基础设施，存储、先进封装、数据中心、电力、海底电缆，甚至高速互联网络，缺一不可。而就在这个关键的转折点，有一个国家正在悄无声息地成为最大的隐形赢家。它不是美国，不是中国，也不是台湾地区，而是新加坡。为什么？因为当全球 AI 资本从单点爆发，演变成全产业链重估之后，新加坡这种同时捏着半导体制造、先进封装、数据中心、全球资本，还占据着中立地缘位置的超级节点，突然变得极度致命。很多人对新加坡的印象还停留在金融中心，但实际上，它正在悄悄蜕变成全球 AI 基础设施时代最关键的中立科技枢纽。这可能才是未来10年最大的一波财富迁移逻辑。今天我们就来硬核拆解，为什么美光的暴涨会让整个新加坡坐收渔翁之利？为什么 AI 时代真正赚大钱的，已经不是做大模型的，而是这帮卖水的人？看到美光暴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就是 AI 概念股跟着喝汤吗？这其实是对产业逻辑的严重误判。过去2年，全球资本的押注非常集中 ，GPU、算力、大模型，英伟达、微软、OpenAI 的估值一路狂飙，市场都在赌谁的 AI 脑子最聪明。但美光这次的突破，释放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信号，资本市场突然回过味来了。AI 现在真正缺的，已经不是脑子，而是身体。什么意思？你的 AI 模型再强大，算力再猛，也需要 HBM 高带宽内存、DRAM、NAND 以及高速数据传输系统来配合。AI 当前最大的瓶颈，正在从计算能力迅速转移到数据吞吐能力上。我们以 HBM 为例，为什么它现在成了抢手货？因为在 AI 训练的过程中， GPU 需要急速读取海量的数据，如果数据传输的速度跟不上，你 GPU 算得再快，也只能原地干等，这就叫被内存卡了脖子。所以市场猛然发现，未来的 AI 世界绝不只是英伟达一家独大，整个 AI 基础设施链条面临着一次彻底的估值重塑。AI 的资本开支正式进入全产业链扩散期，而这个产业周期的切换，恰恰精准砸中了新加坡的舒适区。因为新加坡在科技领域最硬的底牌，从来就不是互联网平台，而是极其强悍的全球硬科技基础设施能力。一提到半导体，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美国、台湾地区或者韩国，但实际上，新加坡才是全球半导体产业链里最容易被低估的隐形节点。需要明确的是，新加坡并不追求成为芯片设计的霸主，它真正死磕的是制造、封装、测试、材料和半导体设备。你可能不知道，全球有大约 11% 的半导体市场份额，以及 20% 的半导体设备制造，都集中在这个弹丸之地。美光、革新、应用材料、泛林集团，这些顶级半导体巨头都在新加坡砸下了重金。尤其是美光，新加坡长期以来就是它全球最关键的 NAND 闪存生产基地。更关键的逻辑在于， AI 时代最大的赢家不一定是最顶尖的设计公司，反而可能是那些掌握制造与封装产能的实体。因为未来的 AI 竞争，比拼的不只是芯片的极限性能，更是谁能稳定、安全、高效率地把这些芯片批量造出来。这个时候，新加坡的战略身价就开始暴涨了。当前全球资本最怕什么？地缘政治摩擦、供应链中断，以及潜在的台海风险。科技巨头们都在疯狂寻找备用方案。如果未来芯片供应链继续紧绷，
哪里才是最安全的避风港？新加坡恰好给出了完美答案：政治稳定，法治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严格，再加上中立的外交立场和顶级的全球物流调度能力，中美 AI 博弈越是激烈，新加坡作为中立缓冲区的战略价值就越高。很多人存在一个认知盲区，以为 AI 爆发只会带动芯片产业，但从长远来看， AI 最大的底层需求其实是数据。 AI 时代的数据量不是线性增长，而是指数级的爆炸。数据暴涨会带来什么连锁反应？存储需求、服务器需求、冷却系统、电力消耗，甚至海底电缆的带宽需求，全都在疯狂飙升。而这些精准命中了新加坡正在死磕的战略方向，尤其是数据中心。前几年，新加坡为了控制碳排放，一度暂停了新数据中心的审批，但现在面对 AI 的滔天巨浪，新加坡果断解禁，并推出了绿色数据中心的新标准。因为新加坡高层非常清楚，未来亚洲最核心的资产绝对不是传统的房地产，而是数字基础设施、AI 算力中心、云计算节点、区域数据枢纽，这些才是真正的高溢价资产。更核心的护城河在于，新加坡是整个东南亚最密集的海底电缆登陆点。这意味着什么？在未来的 AI 时代，真正流淌的黄金是数据流，而新加坡正在把自己打造成亚洲数据流的绝对中转站。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全球主权基金和科技巨头顶着高昂的运营成本，也要疯狂加码新加坡，因为它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钱袋子，更在蜕变成 AI 时代的数字港口。很多人严重低估了新加坡在金融层面的野心，它绝不满足于只做一个亚洲的银行中心，它真正要抢的是 AI 时代的全球资本配置中心。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整个 AI 产业链的急剧扩张，必然会催生出庞大的金融衍生需求，半导体产业融资、数据中心相关的 REITs、AI 基础设施基金，甚至跨国的科技并购。而新加坡本身就是当下全球资金最大的避风港。看看现在的世界局势，中东冲突不断，中美科技战持续升温，全球供应链正在经历痛苦的重组。对于顶级资本来说，现在排在第一位的诉求已经不是高增长，而是绝对的安全。而新加坡最强悍的能力，恰恰就是提供确定性和稳定性。所以你看到大量的热钱和老钱正在疯狂涌入，富豪们把家族办公室迁到新加坡，数量正在爆发式增长。跨国企业在这里设立区域总部，各大机构纷纷布局 AI 专属基金，像淡马锡和 GIC 这样的国家队主权基金，也将在这一轮 AI 长周期中持续获利。当 AI 的资本叙事从英伟达的单核狂飙扩散到整个基础设施生态时，新加坡这种集齐了高端制造、顶级金融、数据枢纽和中立地缘的复合型国家，它的吸金能力将会呈现几何级数的爆发。美光市值的狂飙，真正核心的看点从来不是一家公司的股价起伏，而是全球 AI 的资本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翻转。过去 AI 拼的是聪明的大脑，现在 AI 拼的是强壮的基础设施。谁能掌控芯片制造、存储、封装、数据中心、能源和资本，谁就能在下一轮全球财富洗牌中占据主导权。而新加坡正在凭借其独特的生态位，悄悄成为 AI 时代最重要的中立超级节点。这就是为什么全球的资金、顶级的科技公司以及超级富豪的家族办公室都在义无反顾地涌向新加坡。因为未来真正一本万利的，不只是那些研发 AI 的大厂，而是把守着 AI 世界基础设施的收费站。新加坡正在全力争夺这个收费站的控制权。那么问题来了，你觉得在未来10年，新加坡能不能真正坐稳亚洲 AI 资本中心的宝座？还是说，当前的 AI 热潮最终会演变成一场泡沫，反噬整个科技市场？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判断。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拆解全球资本局势，
新加坡战略和 AI 产业链的硬核内容，请务必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下一期，我们将继续深挖，为什么全球的超级富豪们正在把新加坡当成最后的终极避险岛。我们下期见。